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好，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是哪几位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琪儿。在这个文化鼎盛的时代，让我们勇敢闯，勇敢爱。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作家陆琪。爱情是生活的科学，所以要好好恋爱，好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严品红。爱情要讲科学，也要讲缘分和经营，希望大家都能遇到好的爱情。嗨，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张睿，希望大家都能收获一段属于自己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大家好，我是媒体评论员于波红。爱情的天长地久，不在于它本身的完美，而在于它能容纳对方的不完美。那看看我们今天这2对情侣啊，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来，请出今天的2组嘉宾。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陈先生，43岁，来自吉林，个体；黄女士，37岁，来自河南，汽车厂职工。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请形容一下你现在的婚姻状态。我现在有媳妇和没媳妇是一样的，我是既当爹又当妈，他除了上班、睡觉、吃饭，啥也不干。我是远嫁，在这边本来就没有什么亲人，孤立无援，然后我老公对我还特别冷淡，就感觉生活没有什么盼头。你们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无法沟通。之前也沟通过，后来也没有什么结果，然后就不想再沟通了，感觉没有什么必要。我俩一沟通就吵架，还怎么沟通？如果再这样下去，我俩离分开也就不远了。远嫁哈，从哪儿嫁过来的呀？从河南。这嫁过来多久了？我们结婚14年了，我们谈恋爱没有多长时间，半年吧，算是闪婚。当初就感觉他挺踏实的，就是觉得他这人挺不错的。这咋了呢？这10多年了，也为爱远嫁了，这越过越不好了呢？看起来，时间长了。就感觉他越来越不理解我。他说我不理解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不理解我。我怎么不理解你了？你就自己办的那些事儿，咱就说前年那个事儿吧。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嘛，然后他们就是要买房，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姐姐啊，借我点钱吧。”他就怎么都不同意。那我为什么不借给他呀？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因为啥呢？我说一下这个情况吧。因为我岳父家是在镇中心，家里有4层楼，我的小舅子就想在他们的县城买房，当时的房款是60多万，他手里只有20万。我认为啥呢？他常年在外边打工，根本就不在家住，买那个房根本就没有用。2个是，你说他1个月就赚那点钱，打算从我这边借15万到20万，他是以什么能力还呢？不还就不还嘛，我就那一个弟弟。再说我嫁这么远，就帮家里一点事儿，怎么就不行了？你说的轻松，不还就不还，那我那钱是大风刮来的。问一下，就是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宽不宽裕啊？我们的存款也就是40、50万吧。就相当于要借走你1半的存款。对。明白了。不是，刚才这个妻子还接着句呢，说那我弟弟们还不上就还不上了。毕竟你说我这么大老远嫁给他，家里如果有什么事儿帮不上忙，离得远。就想帮助他们吧。那之前帮过家里边吗？帮过，也帮过。对，原来那是应该是15年、16年那阵儿吧。我小舅子就在我这块借钱了，他当时买车，我给他拿了2万，借完之后黑不提白不提，最后还是我岳母主张说的，我岳母替我小舅子还。那我岳母还我能要吗？是不是？那当时已经给他拿2万了。再说我不借给他的钱还有原因啥呢？他花钱也大手大脚的，1个月就挣那7、8千块钱，并且还有2孩子，他自己连养家都费劲，你说还要买房子？我认为有房子住就得了呗，在镇里和县城买房子能有什么区别呀？那到最后不也是没借吗？你说我远嫁这么远，前年过年的时候想回家，然后他也不让回，都10多年了，我才回几次家呀？前年他想回家的时候，是我父亲刚去世不久，就剩一个老母亲了。那你说全家3口走了，把我母亲扔家里，我父亲刚去世，那我母亲会什么心情啊？你说他这理解我吗？他考虑我的感受了吗？但是家里还有姐姐姐夫，那姐和姐夫毕竟是外星人嘛。那你弟弟为啥年年回家过年呢？那我在家，我作为一个儿子陪伴我母亲，有错吗？那这回去了没呀？
回去我自己回去的，孩子他也不让我带，他也不回，然后我就生气，就自己买票回去。他现在说到孩子了，他非得要带孩子回去，本身他就粗心大意，对我儿子从来是不管不问，就是我儿子的喜好啊，这爱吃什么他都不管。我怕啥呢？他本身就粗心大意的，在火车上把我儿子丢了咋办呢？那我再粗心大意，我自己领孩子出门，我不知道啊。你也不是前面没有过，在我儿子7、8岁那阵儿吧，带我儿子上商场，把我儿子弄丢了。幸亏我儿子，我平时教育我儿子，我说的儿子遇到问题要冷静，找小姐姐似的要电话号，把我俩的电话号都记住了。我儿子找一个女大学生，完给他打的电话，才是我儿子没丢。这个问一下，这个孩子是怎么丢的？孩子就是我领他上商场去看电影嘛，然后出来之后，我鞋带就开了。我跟孩子说：“我说儿子，你等会儿妈妈系个鞋带。”孩子太小了，就顾他玩去了。那个电梯嘛，门就开着，等他进去，电梯门直接就关上了。然后等我撵上的时候，那门已经关上，我就进不去了。还是因为他粗心大意呗。所以说这个不能怪女生，我也觉得，如果这样的意外您要强加给他的话，他真的很委屈。但咱话分两头说啊，我觉得可能这件事他是拿出来举例子了，可能在丈夫心中，这个妻子对孩子照顾就没那么细致。他说了一句话叫“从来不管不问”。问一下妻子啊，你老公说你从来不管不问这句话是对还是错？什么爱吃啥上啥学都不知道。这个确实是我就是工作什么的比较特殊嘛，因为上班下班时间都是比较晚，要么就比较早，然后就是照顾孩子这方面我管的确实是比较少。因为我在汽车厂上班，如果上白班的话，早晨3点多钟我就得起来，然后到下午4点多，那时候孩子还没放学呢。等我收拾完，我就得早点休息啊，要不早晨起不来。上夜班的话，从下午4点左右开始上班，一直到第2天早上5点。那个时候孩子还在睡觉，我回来他在睡觉，我也整不上他，没有时间陪孩子什么的。你们单位也不止你一个妈妈，因为为啥别的妈妈都能做到管孩子啥的，你做不到呢？这是为啥呀？那我不是吗？愿意睡觉睡得比较多吗？这说重点了吧？为啥我不让他单独带孩子？睡觉睡得多，有的时候睡觉什么都根本就不知道。你说孩子跟他俩在长春商场都能跑丢了，在火车上什么人都有，真是被别人领走了怎么办呢？所以说我不放心他自己带孩子走。那比如说抽点时间孩子的功课呀，咱不能老陪着，因为这3班倒的工作辛苦，去教育一下、陪伴一下，一起学习，这些有吗？对呀。他在家就啥呢？就是那种甩手掌柜的。我是咋的？又当爹又当妈，赚钱养家，收拾家务，辅导孩子，我一把抓了。孩子这块儿，我跟你说，我家孩子14岁了，上课后班，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接过一次都。这是为啥呀？这个班的原因嘛，就是一直就是没睡好觉，要睡觉，然后就补觉，然后就睡过头了。你4点多下班，现在孩子上初中，正好能碰个面，正好能碰上放学。没有，我家孩子就是他上完课之后，然后还上那个辅导班，然后得晚上9点半之后才能回家。您这个时间表怎么排都是一个借口，因为我们做妈妈的对孩子的爱是100%的，工作再忙再特殊，是14年也有节假日啊。对。为什么陪伴这么少？是不是因为他陪伴太多了，你就依赖他，全部扔给他了？你就算晚上8点钟睡觉，是吧？这中间不还有4个小时吗？对呀，是吧？所以还是依赖老公啊。咋说呢？其实他就是不接孩子，因为他工作累，我也可以理解他。但是有的时候孩子我在外边工作没在家，孩子需要签个字，这个他都不能办到。需要签字的时候他也不找我呀。就为啥不找你呢？一般孩子不都爱找妈吗？怎么说呢？我家孩子我就感觉现在就是让他带的，就有点看不起我这个妈妈，你知道吗？那不是让他带的，这是你妈妈的缺位，让孩子感觉最爱我的只有爸爸，对，可以依靠的只有爸爸，这是你自己应该内心感觉到愧疚的。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你跟孩子交流太少了。他不是说交流少，而是不爱交流。有的时候我不在家，孩子小学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去问他。你可以跟孩子说妈妈不会，或者是妈妈没有时间啥，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就跟我儿子一顿喊一顿骂，就是失去那个耐心了。怎么说呢？可能我这也是就是学历比较低吧，然后孩子的那些题就是可能是时间长了也是忘了，就真的就不会。您说你学历低到怎样的程度？初中。你老公什么学历呢？我大学。老公大学。有一次我就听到他跟孩子说，就是说
你看你妈妈辛辛苦苦起早爬半夜的上这个班，才挣那么点钱。你看爸爸这个工作这么轻松，一个月还挣这么多，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才有大出息什么的。我就感觉他这个话说的是贬低我。不能用他的母亲来拉踩啊！对，这家庭内拉踩属于。我儿子说实话很尊敬他，其实他说的感觉孩子不尊敬的都是他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哎，你会拿这个学历说事儿吗？比如说你妈这题不懂，爸爸这个大学生教你。从来没有。哎，那你说辅导孩子，可能你觉得自己不太懂，费点劲儿。那比如说家务上，比如说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呀，更多的照顾一下他的这个生活，咱从这方面有这个优势也可以啊。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啊！他做饭就是我俩结婚14年，下厨房都不超过5次。我不做饭是因为啥呢？就是我们那边就是做的什么炒菜呀什么比较多，他们这边都是炖菜。我就感觉东北那个东西我炖不好，就是我觉得不是炖不好，是他不爱。说的真的非常对，因为如果说远嫁2年3年可以理解，14年了就不能理解。我们说潜移默化，融化也融进去了呀。其实一个根本就是你的惰性太强了。因为家里还有婆婆什么的都能帮着做。就是你有炖过吗？炖菜有炖过吗？炖过。然后我说吧，他炖过。有一次炖的排骨豆角，结果把锅都炖碎了。因为他自己把那个菜放在锅里炖了之后，在那块刷手机，忘了啊，菜都糊了，烧穿了，烧穿了。哎我天！哎，我真的觉得你在这个家里嫁过来这10几年，就不愿意动脑子了呢，就是所有事儿能不管就不管。哎，我问问女生，家里钱管吗？不管，他也不让我管钱呢，就是我挣的工资也得交给他管。买什么东西，一买他就叨叨我，就说我。那你说老师，他根本就不会过日子，咋让他管钱？买件睡衣都能花800多，我觉得就是咱们普通家庭一件睡衣花800多的有吗？有一次我俩上商场，一进门就相中一个风衣，1800多，我奔都没打，我给他买回来穿不过3次。我们家也不是那种大富豪，1800块钱的风衣就穿3次，那你买它干啥呀？那你说这样会过日子吗？他们同事都穿貂，我们东北不喜欢穿貂吗？花5、6千块钱给他买完之后都不会穿过4次。他这种消费观念啥的，你说让他掌握这个家，那现在也许我们存款都是0。他自己他也花呀，他自己那衣服那柜里左一套右一套的，一堆一堆的，他怎么不说呢？但是你看我花是我买的衣服贵吗？都是7、8、10块钱的，那你那5000多块钱我都买好几年。您不要耿耿于怀5000多块，这14年只买了1件。我这人是啥呢？他只要跟我说的东西，我都能满足他，基本上金手镯什么的、金项链什么的，他喜欢我还是给他买呀。那玩意儿主要留着他也保值哈，是咱家财产。那所以说我没说那些东西。不，我确实觉得啊，这个妻子是不太作为，不太张罗事儿。但是这丈夫也有打压之嫌，就你越这样个状态，梗着脖子说他越不往前走，就越吞在那儿。这个秤砣只会越压越偏。真的是，你老公有这个不好的地方吗？就是刚才说他都好，什么管孩子也好，做饭什么上班挣的比你多，特别大男子主义吧？怎么大男子主义了？家里就是什么事儿都不跟我商量，就是包括就是之前有朋友问他借钱什么的，他也不跟我说。把钱借出去了，然后人家也不还他，时间长了他想起来说问人要的时候，人家给他拉黑了，都很多次了，不是1次2次。借了多少钱？不合理。钱借的不是特别多吧，有的时候几百，有的时候1000、2000的，就几百块钱了，看清了一个人，因为我把他当成朋友，我借给他几百块钱，他把我拉黑了，那说明啥呢？我从我的朋友圈说明你交友不慎，眼光有问题，眼睛有问题，是不是？那你也刚才你也说，那挣钱不容易。1000多块钱、几百块钱，不也是不容易挣来的吗？你说借出去，连跟我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你这双标了啊！借给弟弟2万，你觉得打了水漂要不回来很生气？你这朋友东1000西几百的，加起来也不少。还有就是他晚上跟那啥聊天什么的。男人还是女人？跟女人。女人是吧？具体是聊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没看。他让我看，我没看。几点？11、2点的时候吧。哎呀，这得解释解释啊！我可以解释，因为啥呢？我刚才说我是做个体的，其实我是做日化工厂的，所以说我的客户95%都是异性，所以说我跟他们谈一些业务啥的很正常。他刚才说了，我给他看他不看呢。中午11点、12点谈是正常的，对呀，晚上11点、12点谈，您说还正常吗？难道他有时差吗？确实，有的时候也聊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的矛盾，我也不好意思跟哥们之间
倾诉啊，有的时候。您的那个女客户有老公吗？什么人呢？有老公吗？有啊。有老公12点和一个异性在聊天，她老公受得了吗？那我就不清楚了。我做事我光明磊落呀，我跟他俩聊的没有说的暧昧的东西啊，全是说正常的聊天。暧不暧昧我也不知道啊，那跟半夜3更聊的搁那该乐，我都睡着就给我乐醒了。你说得聊点啥吧？你聊啥咯咯乐呢？那你说就那么开心，俩人聊到那个笑点上，那就乐了，并且他问我说你跟谁聊？我说跟那个谁谁谁。我说你看看，他不看呢，我都给他看，看了不更添堵吗？大半夜12点跟一女的聊的咯咯笑。行了，这个你就认个错就完了，对呀，也不用大事，认个错以后不聊了。好了，以后这个点不聊了，对吧？那不完了。然后还有就是他愿意跟那个狐朋狗友喝酒什么的，他自己身体不是特别好，他有痛风，就是每回喝完酒回来之后就犯病，然后就疼得特别难受，连床都下不来，走道都走不了。我为什么要喝？那不是迫不得已吗？那有的时候一个订单，你就喝顿酒，那就把订单签了。因为我们东北人，说实话，我们只有酒桌上才能谈生意。不是，我是个东北人，这个我必须替东北人说一句，你说的这个绝对是不绝对的，不能说只能说饭桌上谈生意。你看看，而且他刚才说了一句话，他说90%以上客户是女性。对呀，那喝啥酒？对呀，女性跟你喝酒吗？对，绕住了吧？不是，我这一句都过不去，我跟你讲。绕住了吧？你看，那跟朋友有时候也喝。那你说同学，像我的同学好久就是不见了，好几年不见了。那你说大家见着了，那喝点酒，那咋的呀？你别说，那每回喝完酒回来都犯病，然后疼得吱哇乱叫的，然后他还发脾气，他还骂人。疼的时候心里难受，我就想发泄一下。那怎么了？我问一下这个丈夫啊，你妻子这脾气算是好的吗？还是也跟你一样会吵起来会爆？他脾气还行吧。啊，你老公脾气好不好？他脾气特别不好，只要他不愿意听的话，你跟他说他就特别急躁，就说你别跟我说话，你上一边去，就丝毫不客气是吧？对。今天你来这儿的诉求是什么呀，妻子？我就是想上这儿来，就是说一说，让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像应该怎么办，就是调解一下吧。那我们要没调解明白呢，他就特别大男子主义，就还这样，怎么办呀？如果他要是一点都不愿意改变的话，我就觉得那还是算了吧。你动过这个念头了？对，都是他再不变就过不下去了。对，因为那么远奔他来，家里人都不同意嘛。如果要是过不下去了，就挺打脸的。但是实在如果要是没有缓和的余地的话，那就真的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哎呀，你也不用哭，那错也不是一个人的。我今天我也可以说一下我来的目的吗？我来的目的就是，如果说他真的他所有的事情他都不改，那我俩也就没法过了。不是你要他改什么呀？我天天在外边打拼，我到家都换不来他一句关心的话，那我要这个媳妇还有什么用啊？不，你要今天跟我这么嗷好，我也啥也不想干。哎，我问一下，我们这对听完他俩的事儿什么感觉啊？感觉也挺惋惜的。然后因为我跟大哥的情况差不多，我也是做家务，家里啥我也管，我可能会理解大哥一点。啊，你是理解大哥的，对，觉得这大姐做的不够好。大姐可能也有问题，但是大哥肯定也有不对的地方。我跟那个小姐姐就有点像了，我觉得有时候就早班晚班乱插真的很累。那你们觉得他们俩现在的矛盾有没有什么调和的方法？其实我觉得相互理解就行了，这个没有办法，就是靠自己的容忍度，包括对对方的爱。那听听老师们怎么看待你们的婚姻状况，有什么建议啊？我觉得他们两个的个体差异性实在是太大了，就是从一开始的结合，你们俩个体差异就挺大的，你们俩的学历偏差就是认知上就很大。这个东西只有在结婚之后，两个人去求同存异。首先你接受他，你也要尊重他。我现在只觉得你接受了他，但是你没有尊重他，同时你没有在你们两个经营的这个家庭关系里面去求同存异。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哥这方面可能做的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你一开始就知道他很多认知是不如你的，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提高他的认知。他现在所有的在这个家庭里面所有的不作为，他的不负责任，以及他做任何事情他都可以给自己找借口，他的世界里面就这点东西，你没有帮助他去慢慢更新自己，所以他的认知停留在可能10几年前，你们俩结婚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他现在就还是什么样子。但是你们随着时间的迁移和你们整个家庭的成长，人是要成长的。你只管着你自己成长，你管你孩子成长，但是你没有管他成长。如果你们还想往下过的话，你要想想怎么样去提高你妻子的认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姐姐，我想跟你说，你要知道人和人之间是要互相付出的。
你们俩已经结婚10几年了，你到现在这一刻，你还在说是因为自己远嫁，所以受到了一些你觉得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你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你这个理由现在已经支撑不起你这么10几年的不作为了。而且还有就是你在骨子里面，首先就是这个人你要充满爱，你的婚姻里面才会有爱，你的孩子才会爱你。你也许心里爱，但是你不表达，你不做，你知道距离是怎么产生的吗？你明明很多时间上、很多行为上，你是可以去做很多事情的，但是没有，你深深的把这个距离拉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不要去想说啊，我要去离婚或怎么样，我反而觉得更多的是你们俩现在先至少把你们俩提到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认知水准上。文佳老师按说，尊重是因为认知的接近而相同啊，这一点我很认同啊。我觉得老公其实也有一些认知的偏差。我跟你讲啊，就是一个家庭啊，想要过得好，它往往要有3种角色。第一种角色叫家庭的经济来源。那家庭经济来源呢，主要可能是先生，对吧？次要是老婆，她也挣钱，她也不是不挣钱，对吧？7、8千也不少了。第二个是叫家庭的服务者，做家务、照顾小孩，那你老公为主，没毛病吧？全部是他。第3个叫情绪的支撑者。一个家庭里面，大家要过得好，不仅是要有人赚钱、有人干活，还得有人去抚慰周围人的情绪，让大家的情绪得以舒缓。这个点上面，你们家是缺失的。但是我想请老公注意，虽然你老婆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但是她在被动的情况下，她成为了一个情绪的垃圾桶。这10几年时间，你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你是会向她宣泄的，没毛病吧？所以你说她什么都不干，是认知偏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为什么你们现在已经闹得已经不行了，原因就在于她这个被动的情绪垃圾桶承受不了了。就是你给他的负面情绪很多，然后呢，现在再加上孩子，因为孩子已经有独立意识了嘛，孩子和母亲之间形成了很大的疏离感，这个时候他这个情绪垃圾桶装满了之后，他又不知道往哪倒。说句实在话，他为什么那么在意弟弟的那个事儿？他以前觉得说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个娘家，是吧？我还可以娘家倒苦水，他怕得罪娘家的人，以后他这个苦水也倒不了，回家也回不了，到那个时候他怎么办？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担忧。这个时候你要看到他实际上他内心的负能量已经堆满了，已经压缩的已经快要爆炸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承担那个情绪的垃圾桶的这个责任了，所以啊，他要爆发了。那你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你对于他的爱，他千里迢迢来投奔你，你是不是有一定的责任可以去帮他把那个负面情绪给宣泄掉？你看，这是你的责任，但是你没有做到这一点。那至于妻子，我觉得刚才文佳老师说的已经很透彻了。你在一个家庭里面，除了被动的承担那个情绪垃圾桶的责任之外，其他的责任一点都没有承担，你反而在不断的抱怨你老公对你不好。事实上，你老公又挣钱，又干家务，又管孩子，而且也没有太多的花花草草的事儿。我觉得你们现在很简单，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你就想想那间貂，为什么你老婆没有我们叫衣锦还乡的时候？她为什么她没有把好衣服穿出去的时机？她究竟是因为累，还是她内心实际上是有恐惧感的？她为什么要去跟孩子吼那个作业的事儿？是因为她内心的防御机制打开了，因为她不懂，她怕自己失去尊严。这种时候，是不是你作为老公，你需要带着她走出去，去拓展一下她的见识？两个人要形成一种相互的支撑。以前你们是生活习惯上、生活状态上的支撑，未来你们是要在个人进步和情绪状态上相互支撑。陆琪老师总是从这个全局啊去分析我们家庭的这个矛盾，而且精准地找到你们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情感困惑，想要让陆琪老师给你指点一二的话，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能找到陆琪。别忘了啊，报名你们这个爱宝的粉丝的身份，那陆琪老师会给大家一个新人的礼包。其实回到这个小家庭，我说实话，我作为女性啊，我是挺同情这个女孩的。她是很多地方像文佳老师说，她不成长，她没有打开认知。但是今天，嫁给你10多年，36、7岁，她站在这儿，
它像一个寄居蟹一样，你知道吗？它有一个壳在这儿，我就靠这个壳啊撑着我的人生啊。我的老公天天吼我，我的儿子看不起我，觉得我啥也不懂。我的娘家人开口借个钱，我没本事拿钱。我当年22岁，我曾经是个有勇气的炙热的女性。我能远嫁到这儿跟随你，我有勇气。你要说她真的是一个唯唯诺诺、自我不成长、没有炙热、没有能量的人，她不会远嫁给你的。她不是不愿意成长，她就活生生的在这个家庭当中，一自己能力不够强，二真的被圈在这儿，在她这个壳子里，她只有去做那个特别苦、特别累的工作，她才能觉得我是有价值。但是，女士，你想过一个问题吗？你现在连爱孩子都不会了，你连母爱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咋了呢？你现在既不会爱自己，也不会爱别人。如果你是个真的优秀的男人，你应该让他活得更开心、更自信。你看他现在啥样啊？真的，我都看不下去。当然，我觉得其实二位在家庭当中，就像陆琪老师说的，也都是完成了某一个片段的，也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老公做的确实也很好，如果从陪孩子、做饭、干家务等等这方面，您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今天过得不开心，那是事实。你付出再多，你们的婚姻不幸福，对吧？现在不幸福，这是事实。所以我觉得你们来爱情保卫战挺好的，这个时候该调整了。你要学会的是要用你的能力和优秀去滋养你身边这个越来越弱的女人，而女生要学的是要把我们曾经那份勇气和能力拿出来，好好爱自己，好好爱孩子。你自我放弃，谁能救你呢？赶紧调整吧啊，要不然好日子都不能好好过了。首先，陈先生，你要帮助他更新啊。在这个世界上，连我们的所有的软件都是在进行更新的，它不更新，它就会被淘汰。这个软件你发现你打不开它了，或者它能不匹配的性能了。你要带动你的老婆共同进步，这样家才能和谐，才能越走越好。世界上存在3类人，第一类人就是他会自我更新，不需要你管的；另外一个人是被动更新，就是你来带着他；还有一个人就是自我放弃。那你老婆呢，介于2、3之间，这个时候你需要拉着她。你可能觉得刚开始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她有一些懒惰的地方，你会用你的方式引导她。好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去运动啊，对吧？那今天我们去看书啊。那今天比如说你的学历不够，你去提升你的学位啊。你要带动她，帮她被动更新。还有就是你让她在家庭当中没有任何的话语权，这也是你的不对。就很多地方他想做决定，他做不了。他跟你商量，我过年能不能回家？你可以告诉他，老婆，为什么我不能回家？我们这个问题在哪儿？你可以跟他讲个道理，让他明白，哦，这些是对的。你们要共同的找一个中间点啊。所以大哥居然在家里边你起主动作用，你来拉动他，好不好？你来影响他，你来积极一点。我们不用争吵解决问题，我们用头脑解决问题。妻子不容易。当年为了爱情选了这个男人，离乡背井，远嫁到了东北。这就像看电视享5G 选中国广电，他共享欢乐。但你们呢，很遗憾，婚姻当中本该有太多的欢乐，你们没有去拥抱，更没有2个人去共享。作为妻子，你当年远嫁到东北，确实水土不服。但是14年了，本应该完全的融入了，但是你对这个远嫁一直把它在放大又放大。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你的投入是少的，你的依赖是多的。你认为我远嫁我不容易，你们当然应该迁就我，而且丈夫强势又强大，所以你把一切都依附在他身上了。你说一个女人一旦依附到一个男人身上，你还会有地位吗？你还会有自己在这个家的话语权吗？丈夫，看似你对这个家付出的更多，尤其对孩子的教育，但是无形当中你扪心自问，我不说你刻意，无形当中你是在欺负自己的妻子的，你是在欺负她娘家没人，因为在东北她孤身一人，
一切你说了算，随着你的性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也就使得他在这一个家更加的有点破罐破摔了。我认为，并不是说对他的付出当年的远嫁，我们需要去补偿，不是。但是至少你要呵护，你要共情啊。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婚姻，我认为谁都不愿意到现在毁了这段婚姻。两个人都看看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是能够相知相伴好的，只要两个人共同付出。你们思考一下啊，我们也同时听听这对年轻的情侣他们的故事，好吗？来，两位请下来休息啊。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王，25岁，来自安徽，婚庆销售；小雨，26岁，来自安徽，带货主播。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爱情观念有什么不同？他总是我一个女性朋友的错，我们只是好朋友，但是他觉得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她有一个女闺蜜，她们之间有特别奇怪的亲密关系，我很介意，但她还是将错就错。你看不惯对方的哪些缺点？他占有欲太强，觉得我们谈恋爱不应该有隐私，还总是爱伤我面子。她爱说谎，自尊心强，她特别小心眼儿。闺蜜这是啥情况呀？就是跟她的一个女性朋友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这种关系，你知道吧？像我们刚谈恋爱那会嘛，就是经常打电话呀，就是聊聊天干啥也很开心。然后有一次聊得正开心呢，结果他说妈妈来电话了，意思他要先跟妈妈打电话，那我肯定能理解嘛，对吧？电话挂了，他去聊天去了，我也做我的事了。然后没过一会儿呢，他电话挂了之后，然后呢又跟我赘述这件事情，他跟他妈妈怎么聊的，聊了什么事儿，又怎么说。他就是反复的赘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肯定不对劲嘛，然后我就逼问他啥情况，他就一直不说，越描越黑，就是有点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直接气得把电话给挂了，我觉得这事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后来他看我急了，也直接跟我说实话了，他说有一个玩的挺好的女性朋友突然给我打电话有急事，也就聊了没两句就挂了。那我听更生气了呀！首先，他因为女性把我的电话给挂了；其次，他还跟我说谎，看我生气了才跟我讲。其实没有像他想那么偏。她这个女闺蜜是我高一就开始认识的一个同学嘛，处成了这种好哥们嘛。那个时候因为3、5年也没见过了嘛，然后后来联系也不多，平时没事也不打电话，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了。这不对，联系要不多，那不会去挂女朋友电话的，肯定要跟女朋友打完之后是吧，再去联系人家。他一直在说谎。我想的是什么？他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有事儿。然后我就想，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急事是这样的，急事我们一般是挂掉之后，然后看他在不在打第2次、第3次。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当时想的就是什么？他打电话过来肯定有事儿，我想，就是我说有个女闺蜜打电话过来，我感觉她可能会想歪嘛，我想不要产生这种矛盾，我就说，随便找个理由，然后啪挂了，我先接她看怎么事儿。你这句话说给鬼听，鬼都不信。首先，你欺骗她的身份，说明您当时情感上已经慌乱了，因为这个女性当年你一定和她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第二，可以把她的电话完全的撇开，说明她在你心中的那个位置，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后面也跟她很少联系了。这我就要有话要说了啊，就因为这事儿哈。第一次吵架，我心里面已经有阴影了，是吧？然后第2次因为啥事儿哈？我们吃饭嘛，像我爱拍照，他平时还说我老拍照不吃饭干啥的啊？结果呢，跟他吃饭的时候，也就一次，也就一次。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说话？你干啥呢？他就说跟上次那谁谁聊天呢。他以为我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不接受的呀。我心里面我就应激了，我就说你怎么又跟他聊天？怎么？就他那天跟我吵过之后，我就也没主动联系过他。那天正好因为什么事儿我忘了，然后联系上了。重点别忘，因为什么事儿？你可能也是闲聊啥的，然后那时候我就不联系还闲聊吗？就是，你看，说不明白了吗？就是也是我不主动联系这种嘛。对，有时候我跟你讲，你在我们这儿就不要撒谎，没有用。还有吗？跟这个女闺蜜的？你要说前2件事啊，就是我危言耸听，我想多了啥的。第3件事就坐实了，啥情况啊？就是他那次发工资有奖金啥的，提前跟我说了，说要给我买礼物。然后我知道他那个女性朋友是卖首饰、卖金饰这些东西的，那我就说，那你可不要在他那买哦。然后他说好，答应的好好的。结果送礼物当天我就问他从谁那买的，他又说从我那个女性朋友那买的。那我当时
直接吵架了吗？我想的很简单嘛，然后我就想着一个是能便宜不少，第二个我觉得我挺相信他的。所以啊，你女朋友生气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跟你耍小性子，人家别人的女朋友要求男朋友都说这女生我吃醋，我介意，你给我删了。你没要求过吗？我要求过呀，军委的事情也吵了2、3架呀，吵得很凶。你对不愿意删，到现在也没有。朋友本来就不多嘛，我觉得很知心，然后感觉有事儿来了。人家很知心，几年没有联系，刚才你自己说的啊，又很知心了。就是感觉我之前，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吧，基本上跟她有什么事儿都讲。之前跟她男朋友吵架什么也跟我讲，就感觉大家就是像一个树洞、一个垃圾桶一样。给你个命题吧哈，您说。咱不说对错啊，就是女朋友耍小性子了，我就看不过这个闺蜜，我就吃醋，就难受，有她没我。你要不拉黑我，要么拉黑她，你拉谁？女闺蜜。考虑这么久嘛，所以你们俩的爱情还真得想想它这个深度厚度。这个男生除了有女闺蜜这个困惑以外，你们还有啥不愉快吗？还有点小心眼儿，你知道吧？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一个女性朋友找我吃饭嘛，说去一个能吃饭的清吧里面。然后呢，我当时让她去，她不去，位置也跟她讲了，哪家店我跟她讲了。我说你实在不愿意去，你再来接我，干嘛都行，就近，你知道吧？我回来的时候大概11点多吧，也不算晚啊。然后我看他躺床上好像喝醉了，我想到了他跟我较劲哈，但是没想到他干啥？他跟我说在家喝酒的，结果半夜我看他手机了。我看他有消费500多消费记录，我一看酒吧的，好家伙！我问他啥情况，他就说跟我赌气，跟男生去酒吧的。是怎么回事？他不是走了吗？那时候我也生气，我也没吃饭。我跟朋友打电话，我说咱俩出去吃顿饭，然后他啪一下直接把我带到酒吧去了，一怂恿我，我就想着他能去，我也能去。有点怪怪的，就是你去酒吧，而且你邀请了他，他想喝酒的话完全可以跟你去，而且他陈述的是他不放心你，结果他没有跟你去，然后又跟了另一个人去。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跟着你去酒吧来解决的，就是对吧？就是他担心我，他不知道我在哪，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刚好我那2天就是在刷什么视频，我就看到有一个什么共享定位嘛，是吧？那这好家伙，他不担心我，我也不担心他了。他去哪也不至于跟我说谎啥了，我都知道。结果我跟他说这的时候，他装是装了，但是他还搁后面阴阳我，你知道吧？老说这那，这说。年纪轻轻我就按上定位啦，是被人监控啦，我只是觉得什么，因为我对隐私权这个东西我看得很重。最开始他是要查我聊天记录，查我手机，我不愿意，然后他生气了吵架嘛，然后后来我退了一步，就慢慢退到现在，我感觉24小时定位按上了，我全是被监视。有一次他装完定位没几天，然后那时候他是主播嘛，会排班，下班比较晚，那天正好下晚班了。也没跟他说，我跟朋友也出去吃饭，然后手机好像也静音了，他没找到我，他直接杀到我们吃饭的地方了，就很凶嘛，问我为什么不接电话，不回他消息，然后直接就说我顺着定位直接过来了。那当时我脸上我肯定挂不住啊。他怕你撒谎，你前面有前车之鉴。但是您此刻的受不了，我能够理解。你想，一个男友被女生装了定位监控，谁都受不了。他特别恐怖，他说什么？他觉得这样好甜蜜。从内心来说，是的。你面上看看，我满眼都是我的男友，但是呢，你彻彻底底的是对他的不信任啊。我跟他谈恋爱到现在，其实我原来女性缘还可以，大学啊也有聊得挺不错的同学嘛，也有朋友。后来就是跟他吵架嘛，除了我这个女闺蜜，其他的基本上联系都断了。然后我现在上班了，基本上除了工作之外，我都不跟女性说话。哎，你们俩这工作2个人顺利吗？都？我1个月12300，他1个月就5、6千，你知道吧？啊，你赚得多。啥情况啊？就是平时生活、房租、水电、吃喝的、买菜的，他做饭比较多嘛，我买菜的都是我付的比较多一点。他觉得我压他一头了，然后他就是每次发工资的时候5、6千，前1个星期就也爱给我买什么耳钉啊、什么包包呀、衣服啥的，但是1个星期也就把钱给花完了，剩下的2、3个星期没钱了，还是得我付出。我就觉得什么钱这一块啊，因为我原来是在海南那边也是做销售嘛，然后我又回到老家那里，相当于从头开始，刚开始肯定工资不是很高。我想他花的多一点，我想把这些钱更多花到他身上，他能看得见，能看到我这份爱嘛。我觉得这我也是好心。那男生会觉得女生比你赚得多有压力或者心里不舒服吗？挺有压力的。所以他就是觉得我可能压他一头了，你知道吧？他有个手机摔坏了，然后用的以前老手机很卡，我就觉得也有点心疼他，我是意思给他买个新手机。我说我下个月发工资给你买个新手机不挺好的吗？对吧？那结果义正言辞不要，你给我买我就摔了。后面又是什么？我看他确实他家务做的比较多一点，然后他做饭呀干嘛也都比较贴心一点。那我们俩也是朝着就是以后的婚姻方面考虑的嘛。然后我上了2、3年班，我也是存了点钱，我想买辆车，名字写他，你知道吧？
他不愿意。我是一个男人啊，我爸妈那辈啊，家里的一切都是从无到有嘛，都靠我爸也是慢慢自己挣出来的。这些东西啊，我可以通过我努力去获得的，而且其实我以前也并不差。理解。这个你做的是对的。对，这车后来买了吗？后来买了，没写他名嘛，然后我就自己开了。但是我开车技术有点差，你知道吧？1个月刮3次，从头刮尾，又碰又擦的啥的，我就不想开了。我就想给他开，然后他天天上下班还能顺带接我啥的。我1个月给他2、3千，然后还给钱呢。加油啊，保养啊，万一再擦了啥的，他刮了啥的，让他负责嘛。然后有一次就是啥情况啊？他也是弯道超车，没看到前面有车，结果呢给别人车给从头到尾擦了。我当时又累，然后我又生气，你知道吧？他开车太不小心，太虎了有点。然后我就说了他2句，我说车你都开不好，还能干啥？结果他就生气了，他直接跟我撂下一句，跟别人面就直接说，老子不伺候你了。因为他是排班制嘛，然后他下班有时候会很晚，12点多。我早上7点半之前我要起来，我要去上班，我还一样去接他。你像我家务所有事情我全包，事无巨细。他在那躺着，我什么都干完了。然后我就觉得他这2、3千就是买断我了。我是保姆又是司机，我觉得他那时候还这么数落我，我一下受不了了，把我当什么了？这种数落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剐蹭以后，他内心其实也自己当然也是心情不好受的。您这时候再去指责他的时候，那是雪上加霜啊。你换一句话说，哎，人没事就没事，他内心会很温暖的。你没有推进过结婚和未来的感情的进展吗？有啊，就是他想就是很着急要见家长啥的，我就陪着去嘛，对吧？第一次见他外公外婆，他爸妈当时不在老家，在外面很远，就先去见他外公外婆了。当时一大桌子人啊，然后他舅舅就是搁旁边搁那警告他说，就是不是警告。我舅他是属于他找那个我舅妈，他家庭条件比较不错，然后他现在是怎么回事？他1个月工资1万多是他来挣，他也是带娃做家务，什么也他来做，他觉得这样好累。然后他也知道我们这个情况，他就想着当天喝点酒吧，就觉得心里也有点不快，想讲说这个语气。然后第2个就可能是因为我是留守儿童嘛，小时候就在我外公外婆那边长大，就和舅舅很好关系。对，舅舅对我很好，想告诫也是忠告嘛，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然后大家幸福。就说他以后可不要那么操劳命，意思以后女孩子也要稍微勤劳一点，怎么样？那这话就很尴尬呀，是吧？太尴尬了，我觉得是吧？对吧？太尴尬了。误伤其类。然后他觉得哎呀，你跟我一样了，以后要吃苦的，说这个男生是吧？对，然后他也不帮我说话，但是我在我们家面前是很维护他的，也见过了是吧？暂时没见，但是我有跟我爸妈提起的时候，我爸就不乐意，说你们才谈多久，没到1年嘛，我爸意思你再谈谈。然后我爸的意思也是他工资有点低嘛，让我再考虑考虑要不要跟他过苦日子啥的。那我就觉得我爸有点太现实了，我就直接跟我爸就是翻脸了，我就说你不见我就带他见我妈，对吧？反正这意思就是我愿意为了他跟我爸吵架。姑娘，你想的也有点反。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家那边没阻碍，你们家这边有阻碍。虽然是你吵架了，但阻力其实是来自你们家的，而且人家舅舅确实也没说错。哎，男生那就问你了，确实也没说错。他爸爸不太同意啊，都不愿意见你哦。因为我之前在海南那边做的不错，我觉得我现在从头开始慢慢努力嘛。本来我现在也是快升职了嘛，我觉得再往后1年，我也有这个底气去见我这个未来老丈人。我觉得在这点上，小伙子还挺好的。你爸现在看不上我，不气，我也不着急，不生气，我继续努力，迟早老丈人得认可我。但是你俩现在的主要矛盾是，还是所谓那些他撒谎呀，什么闺蜜呀？对，主要是他那个女闺蜜。我希望她能改。你的核心诉求是，她得删女闺蜜。对，听一下我们这对夫妻的什么印象？我觉得爱情当中不能有谎言。你支持女孩哈？对。啊，太太呢？我也支持女孩，就是我觉得吧，女生感情是比较细腻的，她就是在乎的东西可能比较多吧。哎，我多问丈夫一下啊，就是你会觉得这女孩就像男生说的，就占有欲太强，什么还老监督呀什么的。如果说男孩这么觉得，我还觉得还是自身原因，因为你自身不够强大。你看看，大家都觉得你有问题啊。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啊。首先从女孩立场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先不要着急结婚，因为你要考察她的事情还有很多，你要为了你的人生去负责任。我觉得你爸爸说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父亲一定会希望女孩就是幸福，所以他看的问题会比你更长远。然后第2点就是别冲动，你的性格里面太冲动了，一旦情绪化做决策的人，你未来你要在这个上面你要付出的代价，这个东西是你现在无法估量的。还有
你对他要有几个基本的认知和判断，一个是他对你是否忠诚，你现在连他对你是否忠诚你都不确定，这个男的如果一而再再而三触犯我的底线，你就甩。你更多的应该把你自己的人生怎么经营、怎么规划，你自己设立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比较实在一点。男生，你确实很没有异性边界感，还树洞，还很知心。你最知心的人不是你的女朋友，所以你们俩这段关系呢，你不适合进入下一个阶段。你别害你自己，你也别害人家姑娘。先从说谎的心理结构说起啊，可能很多人觉得说一个人说谎肯定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实际上并不是啊。接近一半的人说谎是因为过度取悦，过度取悦其实在留守儿童的身上是很常见的。啊，你男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敢得罪任何人，他逃避人际关系当中的对抗，就想讨好所有人，看到谁都想讨好，以至于必须要不断的用谎言去塑造一个一个自己的合理性。但事实上他塑造谎言的这个能力啊又不咋地，就说谎这个毛病肯定是不好的，但这个毛病是基于你本身，包括是他跟他舅舅，他为什么不敢说这个话？因为小时候可能就他舅舅疼他，所以他根本不敢对抗他舅舅。而且未来不好的地方在于什么？他宁可骗你，他也不会去对抗外人。所以他在外面，你会以后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他很懦弱。但是呢，像他这样的人，他又有一个状态，就是他本能的会去紧紧的去抓住自己能够获得的那种别人对他的那种好，这也是他对于你的这个状态。所以他在生活里面，他无比的取悦你，让你感受到舒服，你又能感受到他很依赖你。那这又说到另一种人格结构了，就是像你这样过度宠溺家庭出来的。过度宠溺家庭出来的女孩子，她有一种爱溢出，你对于可怜的人你就没有抵抗力，结果她就是很可怜的人。然后呢，你在她对于你的依赖和需求当中，你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因为你从小到大你做什么事儿，爸妈都帮你这个做完那个做完，你没有那种靠自己，别人要依靠我的，你没有遇到过。今天有一个男生来依靠你，所以你现在有点上头。所以我很同意文杰老师刚刚说的话，就不着急结婚。我没有看到你们两个人身上有太大的问题，说出轨啊什么的，证据不足至少。但是呢，男生身上你的过度取悦、害怕人际关系里面的对抗，甚至于宁可让自己不断的撒谎，这个事情将来是会越跑越偏的。这个对抗你是一定要学的啊，不然的话以后你永远取悦、永远用撒谎的模式啊，我用你累死了，你爱人也累死了。至于姑娘，你要爱这个男生，一定得是这个男生身上有光芒让你看到，而不是因为这个男生依赖你、需求你以及取悦你。依赖、需求和取悦，时间长了之后会演化成你觉得这个男人你太懦弱，你太粘人，你一事无成。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身上的光芒呼一下没有了，然后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上头的时候总会过去的，你要等到自己下头的时候再看看这个男生还值不值得你爱。陆琪老师是直接给你们指出了一个需要调整的方向。如果电视机前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也有情感困惑，都可以到微信的公众号找到陆琪老师，然后呢，别忘了报名您是我们爱情保卫战粉丝的身份，就会获得陆琪老师送给您的新人礼包。对，有问题搜我名字就行。哎，有问题来找陆琪老师哈。其实我换个角度去解读你们两个的情况，我还是觉得你俩之间有感情的，就是你们之间那种愿意为对方付出的心是有的。那付出的方法和方式好不好，我们再做讨论。你看，其实男生说，我现在虽然收入没有那么多，但是你看我也爱干家务，我是愿意付出的，因为他还是喜欢你的。那我觉得女生其实对男生也是有喜欢的，也是方式不够那么好。其实你虽然工作赚钱，你生活独立，但其实你情感是依赖的。你别觉得说，哎呀，我买车都要写你的名字，我是付出型的，我可不是依赖你的，不对。你其实是想把你们本来在你们现阶段情感关系的那个距离无限的拉近，无限的紧密。你把车买到他名下，其实是因为你很依赖于他的情感，你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更爱你。其实我们一个独立的人格，不仅仅是生活上、财务上独立，更应该做到的是情感独立。我爱你，但是我用尊重你的方式去爱你，我也用尊重我自己的方式去爱你。我们情侣之间该有的空间、距离和尊重是必须的，因为这是我们人格独立成长的必须。
我倒是觉得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女生更应该学会的是去独立自己。你千万可别再跟人下那个什么共享软件了。你不信任他，固然是他说谎给你带来了一些阴影，但更多的是你不信任感情。所以不要用这种依赖型的方式去和他相处。他想骗你，他怎么都能骗你。你下了定位软件，他也能骗你。他不想骗你，他真的爱你，你不用监督他，他都会很爱你。所以不要做这么幼稚的事儿啊，这么不成熟的事儿。如果奔着婚姻去，我们就先成熟，先独立，先完整，才能有一个幸福的融合在一起的家庭。就说到这婚姻这个方面啊，说3点。第一点呢，婚姻当中我觉得是有一个恋爱的甜蜜期；第二点是恋爱的接受期跟恋爱的共融期。那首先我们甜蜜期分为甜蜜，同时也有厌恶。那甜蜜期我们共同积累我们自己的美好的事情，让我们以后可以有很多事情去想象。你看，哇，当时我们多么美好，哇，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美好。那慢慢的发展下去之后也会厌恶，有的时候积累一些小矛盾之后，双方说什么大家就觉得，哎呀，我好烦他呀，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你们过了，对吧？接下来再一个过程就是接受期，你接受了彼此身上的一些不足，就像你现在滔滔不绝的在讲他在撒谎的事情，但是你还是依旧爱着他。好了，那接下来就共融期了。那我们接受完了之后，把我们所有的缺点共融在一起，还发现我们是不是还要在一起？那现在事实就是你们还是要在一起。那事实证明你们就分不开。在我的观点来说，你们已经到了一个可以结婚的一个阶段，至少你们具备了一个结婚的条件。接下来看你怎么去做，看你们怎么去疏通这个撒谎的事情。记住，治水不是用堵的，而是要疏通。明白了。我采访过不少的留守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家庭，男生身上确实我看到了当年的留守生活对您今天的人生和生活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痕迹很明显。你很显然，你就是一种超强的自尊心在爱自己。这种所谓的超强的自尊心，它的背后，那就是自卑，甚至是自私。我非常认同刚才陈先生说你的那句话，说你不够强大，我非常认同。一个男人的强大很简单，他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我们根本不需要在别人身上去获得安慰和肯定。这也就有了你的那个女闺蜜。我坚信她和女闺蜜在情感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女闺蜜是不断的能够输送给她安慰和肯定的，她很享受。但你忘了，爱情的空间很狭小，它只容得下2个人。如果你真心爱她，这样的改变不难。女生有没有问题？当然有。她心中你占据她内心的位置是很大的，满眼都是男友。但你要明白，再爱一个男人，也不可能用这样的控制欲，我们去绑架，我们去占有，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需要的，那就是自己的这种内心的自信。老师们建议去思考一下啊，我们也请2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稍作思考，看看你们的选择，好吧？来，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呢，也欢迎您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来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第1组这个夫妻啊，看看他们的选择是怎样的。来，请开门。这老公很开心的样子啊。对，一副想过的样子。这媳妇还是挺不错的吧？对，今天来到这里边，经过5位老师的点评，我心里也茅塞顿开了。就是与其改变不了别人，先改变自己吧。毕竟我们前世不知道多少次的擦肩而过，才遇到了今世我俩在一起。哎呀，这么远的距离，我俩在一起也不容易。我只想对我的爱人说，以后无论咱俩遇到什么问题，不要冷战，拿在台面上，咱们互相商量着来。我会就说改变一下自己，什么事多和你说，多和你沟通，多陪孩子。对，多陪孩子。
回家慢慢回家继续报，继续报啊！感谢几位老师，谢谢老师，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再见，再见，拜拜，再见，再见，老师，老师再见。挺好，挺好。这个丈夫是标准的东北人性格。哎，对对对对，有一说一，非常是就是，不对就不对。而且从全国角度上来看，东北男人算是做家务比较多的。啊，对啊，还真是哦，真的是东北男人张瑞老师做家务吗？典范是我哥，我哥家务做得非常厉害。人家这对小情侣，这男孩不也做家务吗？是吧？这是奔着结婚去的。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来，请开门。挺好，挺好。你得有进步呀，男生。慢慢学习成长嘛，然后也改掉我这些臭毛病嘛。先改啥？第一个先把女闺蜜删了，对，第二个然后把我这个说谎这个问题给它改掉。哎，您有没有感觉您笑起来的时候特别的灿烂，特别的阳光啊？小时候虽然留守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阴影，但不要忘了自己背后大片的阳光。每天这么笑多好啊！我们女生也漂亮，是吧？女孩有什么跟男朋友说的？就是希望他以后多包容我一点吧，我脾气也挺大的，这确实。然后定位我刚跟他说了，我可以给卸了，他说他不卸。他不同意卸，你也自己主动的卸掉。但这个沟通的方式就是往好了去嘛，不抬杠。对啊，我相信你卸了吧。男朋友说没事，要不然你们还会吵架的啊。卸了吧。朝着这个方向来啊，这卸还是应该卸的哈，彼此有一定的空间。他又不是孩子，我们给他带个电子手表可以定位，那是为了孩子的安全，成年人了。卸了吧，我们也卸了。谢谢了，谢谢你们来到我们这里啊，希望你们更幸福，加油吧。祝福你们啊！等到小天结婚了，不要忘了我们5个人喜糖。好的，谢谢郭老师。好，谢谢，再见，拜拜。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的，看电视想5G就选中国广电。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啦，谢谢我们5位聊一谈的老师，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